电影拍完了，已经拍完了。OK， 是因为那个政府不给上，然后我就讲说，这样可不可以透过网络放出来？然后大家众筹我就放出来。OK， 可是那时候众筹到快要接近日期的时候，就收到电话，讲如果这种东西放出来，我就会有事情。嗨，你好，我是能杰。这个时候你在收看以及收听的是由 BFM 财经所制作的财经拷问。今天呢，我们要来拷问的是黄明志。Hello， 大家好，我是黄明志。恭喜你，已经发行了最新专辑了，对不对？是第11张。第11张。第11张。哇，真的很厉害。所以今天一定要抓你来好好拷问一下，为什么就是还要继续发专辑？对，来先介绍一下吧，先介绍一下这张专辑。这个专辑叫 Phenomenon， 就是一个之前有一个 PPT 上面有一个是 Phenomenon， 然后改成就是 Phenomenon， 就是一个现象的问题，就是因为那时候我的作品就引起一些就是不同的人在讨论了，就是有上一场专辑，所以我们就想要用这个字眼来表达说，大家创作或者是表达自己意见都是有自己的，应该我们要支持创作自由跟表达自己的意见，这样子不要随波逐流，就是要有自己的想法这样子啊，就跟我一路以来创作的理念是一样的。就是因为大家都在做某些东西，我们不一定要去跟着大家一起做，就是往自己的想要做的东西，就是用心去表达自己的东西，这样子不要有任何的财团的一些影响。OK， 对，因为我们通常做不要被一些势力把你因为当你每次要讲一句话或者写一首歌或者发表一些言论的时候呢，通常就会遇到一些问题。然后这些问题都是很现实的问题，就是会限制你某些就是出入啊，或者是一些收入啊。都会有，就感觉上很像你现在还是不断的在跟体制、跟财团在对抗的感觉。就是你这个路线已经从一出道一直到现在，不管是跟政府啊，或者是跟有利人士，然后你不觉得很累吗？就是都已经这么多年下来了，你不觉得说一直不断的在做抗争这件事情，其实是蛮疲惫的吗？我觉得是一个我本来的一个初衷。OK， 我创作本来就是为了要这样，就是要表达东西嘛。不管是好玩的、好笑的，甚至你们觉得一些很废的东西，或者是一些真的想要讲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创作，那就是透过创作把它创出来嘛。没有想要创作的话，那你就是跟嘛。那你就跟，你就继续跟啊。那可是我们讲，既然你已经是站在创的这边，那你就需要先毁灭，然后才能够创嘛。所以我一直都是站在这边。那我觉得这个是我第11张专辑了，感觉好像很老了。那第11张专辑，那我觉得最重要还是最难的一件事情。人家每次讲莫忘初衷，我觉得最难的反正就是莫忘初衷。是因为这是初衷的关系，所以你不会觉得疲惫，你不会觉得累，你觉得说这是你真正想要做的事情。是。那如果是一种路线的话，你可能就会觉得说，这个路线会走得很累。所以我刚才你讲路线，我就想到，路线这个事情听起来很累。谢谢你纠正我。对，就真不是我不是啦。第11张专辑了啦。其实因为我跟明志是大学的同学嘛，从以前你就是刚开始在学校弹唱，一直到今天，就是在音乐圈里面也算是有成就。然后11张专辑，刚刚你在进来之后，我又再重复了你最新的这个 MV。千万万个我，所以千万万个我不是专辑名称，是歌曲的名称，对吧？是。那专辑名称是你刚才讲的，对，我们都是黄明志。对。那其实我刚才看到这个 MV 的时候，我其实已经看了第4次还是第5次。除了我觉得那里面的动画技术、AI 技术非常的屌之外，我觉得其实蛮震撼的。就是那个概念，我们都是黄明志。因为现在国际的局势的关系，再加上马来西亚国内其实政治也有很多动荡，很多话题，所以你这个时候发行这一首歌，其实你想要表达的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感觉？其实这首歌我的灵感是来自于那个白纸运动。当然白纸运动之后还有俄乌战争，然后又有那个以哈战争，就一大堆战争。我就觉得，这个世界上很多人就是抗议说，我们不要战争，反战啊，抗议什么。可是我觉得反战是你讲的嘛，可是那些被欺负的人，你叫他反战吗？我觉得他们是需要靠反抗，他们是被欺负的人，他们是被欺负的人，他们需要靠反抗来换取他们要的和平。所以我这个精神就是讲说，我们除了表达自己，我觉得有些东西应该反抗的还是要反抗。我觉得我在看到 MV 的时候，确实也有感受到这样子的一种的意念，还有想要表达的这个 message。因为有的时候你可能你对某一件事情你想要退缩，或者你觉得说很孤单的时候，
特别是你在 MV 里面有很多的黄明志，然后很多人一个面具啦，一个那个是面具，对，但是他其实这个面具的背后，他是不同的人、不同的国籍、不同的身份的这样子的一些感觉。对对，然后就霎时间就觉得，哎，很像自己不是那样子孤单的感觉。我是看到 MV 的时候，直觉上面有这样子的一种冲击。是因为很多人现在都不敢就站出来讲，因为都在网络上嘛，或者是就是连站出来都会怕被抓，像那种什么国安法啊什么，现在马来西亚也是啊，现在好很多了啦，只是很多人都不敢站出来，所以如果有一个面具可以让他们，我觉得如果可以觉得他们有安全感的话，我觉得是一个好事啊。是说到马来西亚，其实你在这个范琪斐范姐的节目里面，你有说就是因为就是政党轮替了嘛，所以你觉得现在马来西亚政局还有整个局势让你觉得比较安心一些。但是现在我们也看到说，其实还有很多不公平的事情，包括新政府上台之后啊，又没收什么手表啊，然后又做了一些可能就是比较竞争保守的事情。在看到这些事件之后，还有很多人出来发出他们抗议的声音，但是现在有一点点发不出来，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你还觉得说我们走在一个对的路上，或者说你觉得马来西亚现在的政局还是让你安心吗？前2天才看到一个新闻报道，就是那个 Index 那边的话，全世界的那个新闻自由度排名，然后亚洲的话，马来西亚是排第4名，第5名是蒙古，第4名是马来西亚，第3名是韩国，第二名是日本，第1名是台湾。我觉得我们排在前5名啊。我觉得这些东西他们讲的这些言论是政客的言论啊，是政客的言论。你觉得我们不需要太在意？不是要在意，要骂回去，一定要骂，一定要骂，一定要有人去骂。那如果大家都在骂的话，这就是代表这个整个现象还是正常的。OK， 对我来讲还是乐观的。因为至少有政党轮替过，然后他们知道自己会被轮替回去。所以我觉得整个东西发展是健康的，这个是我在那个节目讲的。其实回到你的专辑啦，就是这一次我们也看到你跟吴宗宪，然后有跟陶子来合作，对，就感觉上你跟很多比较资深的艺人合作啊，为什么呢？应该说这些都是我很尊敬的前辈啦。OK， 就是跟他们其实不是特地的，就是跟他们合作是刚好那时候陶子姐她要办演唱会，她想要做一首 remix， 她的那首那个姐姐妹妹站起来，然后那时候我就跟她聊这样怎样做 remix， 把它变新的音乐这样子。所以就做了，这样子。然后宪哥呢，是我们有上了他几次节目，都有聊说要合作啊，怎样做啊。然后就想说，那时候疫情，然后发生很多事情，我们来写一首歌来鼓励那些疫情过后要起来的那些人这样子。了解，所以不是说刻意只跟资深艺人合作了，没有，对，还是会年轻的，还是会有年轻。OK， 其实我觉得你还蛮提携后辈的，因为包括了像是你现在有我以为你要讲提携长辈，好像也有一点点这样子，不敢讲，就是到老人院里面把他们捞出来这样。其实你说到那个，不管是提携后辈或者长辈啦，因为你现在你有在做一个新的频道嘛，叫做的 G-By Team。GB Team， 对，那个字讲出来就被黄标了，对。OK， 好，我们是没有在怕了，但是就是其实我觉得效果非常好，因为以前你都自己在做 talk 啦，或者是做自己的系列，对。然后是什么时候开始想说，要跟年轻人一起来合作？因为他们因为是我的那个同事啊，是员工，对我们同事，我们一起做工作，然后我觉得可以把一些大家工作的一些过程，就是给大家看这样子啊。了解，主要是大家私下的沟通的东西啊。因为其实你的同事有跟我说，最近他们在走在路上都有被认出来这样子。对，就是你的这个法力还是无远佛界啦，对不对？就是你被你的佛光照到的地方，因为我是还是能够把他们带起来。其实我有一个目的的，我是想让大家知道我们的圈子在做什么。OK， 就是娱乐或者一些网络的圈子跟娱乐的圈子，我们平时在做什么，在忙什么。就让大家知道一下这样子，所以就把我们同事都排进去这样子， OK， 不然大家以为好像我一个人在做，就这个产业啊，就是需要更多人进来啦。所以我是想让大家知道我们在做什么，其实这个主要的目的。了解，但所以是没有想要提携后辈的意思啦，只是提携顺便啦，顺便。但确实是有达到那个效果，就是现在大家也都更认识这些年轻人。其实有没有想过说以后还会想要发展怎么样子不同的网络的内容呢？就是跟着他们一起这样子，比如说让他们自己个人开一个频道啊，让你来做他们的顾问什么之类的。我不知道他们也没有想要做网红啊，我不知道他们没有讲过是啊，他们没有讲过，只是我们在公司拍这样拍好玩而已。对，反正很多事情也不能太刻意，就是不要太刻意，就是对。因为我以前做 YouTube 开始也是就是放作业在上面，也没有很刻意啊。OK， 就是慢慢做就有一点
大家才会看到这样子的。OK， 那其实这一次做专辑应该是不是跟同样一个 team 嘛？是应该是音乐的部分的话是有另外一个团队吗？音乐是跟不同的人啊 OK 都有一些不同的制作人跟编曲师都有。你现在做音乐还是很龟毛吗？还是啊，是不只做音乐，做其他东西还是啊，都是很龟毛。对啊对啊。对，我刚才有特地问一下你的工作人员，跟你一起工作开心吗？这样子，他们都说蛮开心的，还蛮开心的。对，是。但是其实我觉得你的音乐里面细节很多，这一次特别是我刚才听这首歌《千千万万个我》，这次你选择的一个曲风真的很酷哎。我很少我会做 EDM。对啊，很少。真的很少，因为我感觉到你是嘻哈挂的，有没有？对，或者是很少会做这种类型的音乐。我觉得这个比较有煽动力啊。对啊，如果你在一些，因为嘻哈这种 hip hop 这种东西是比较小众的，其实无论如何都是比较小众的。可是如果你我想要表达一些比较大的东西的时候，这个东西我觉得用 EDM 会比较有煽动力。不过在里面我还是有一些 rap 的部分呢。但我觉得你很顽皮耶，你用 EDM 的曲风，但我觉得你用一个很老的唱法去做搭配。哦，你说那个唱法，对，就是有一点那个喉音，就是我不知道怎么讲，反正就是有点年代感。你是故意的吗？没有，这首歌我就是这样写，就这样唱了。哦，我讲年代感，你不会生气吧？不会吗 ？OK， 好，就是但是很酷啦，真的很酷。我觉得最主要是，我觉得这个音乐做的让我觉得，因为我很喜欢电音。哦，你喜欢电音？我非常喜欢电音，特别喜欢听 trance 跟 house，然后所以我听到你这首歌的时候，我真的很能够有共鸣了。讲一下那个 MV 好了，我觉得太酷了，就全部其实是用输入法的。什么意思？它是输入文字进去，形成画面。OK， 再从画面形成，再用另外一个 AI 把画面形成动画。OK， 3个步骤。所以你是用语言给他指令，是语言对，所以其实每个人都可以做导演。所以我很担心未来那些摄影师没有工作，你知道吗？然后我有问过那些摄影师的想法，我说你觉得会被取代？他讲会。对，这个就是年代的东西。OK， 好，其实这个 MV 的里面，其实它的这个故事，因为我刚才讲了哔哩吧啦讲了一堆自己的解读，肯定是我自己的看法。你自己其实透过这个 MV， 你想要讲一个什么故事？其实就是反抗了，就是因为我觉得很多东西是某些人定下来的东西，或者某些人，我们局外人每次会觉得说，天下太平啊，世界和平啊，讲这种东西。可是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的。你不知道人家遇过什么事情，你不知道人家面对着什么问题。其实我们在录音的今天晚上，其实马来西亚有一个电影界的创举，就是有一部电影它众筹成功，然后将会在 YouTube 上面来播放，叫做《彭达当》。那它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课题。那其实我觉得今年马来西亚的电影题材，包括阿邦安队也好，或者是五月雪，其实在国际上面也大放异彩。你自己也身为是一个电影人，你拍的题材其实也有很多对体制的不满啊，或者是种族的一些的情绪或者是种族的一些课题都在里面。我其实最想要问你的就是说，看到现在目前这样的各方就是这么多优秀的电影出来，你还会想要继续参与在这个里面吗？我当然会想，只是虽然马来西亚换政府，可是那个电检局啊还是一样的，还是那一批人这样子，或者是就算他换了10批人还是一样的。为什么这样讲？因为他们的部门都是选那些在外国的大使退休过后回到马来西亚来做电检局，比如说马来西亚驻瑞士大使，然后做了可能40年，然后回来退休了，然后因为电检局这边看电影很容易，就让他做这个东西，所以里面呢讲难听就是一堆老人还没有死。就算他们换了几批人，他换了几批思维还是一样，都是一群老人，然后还没有死这样。OK， 对，所以你会觉得比较辛苦了。但是有没有想说，就循着这种模式？因为你之前很像也尝试众筹过你的电影，那情况不一样。上次是电影拍完了，已经拍完了 ，OK， 然后是因为那个政府不给上，然后我就讲说，这样可以不可以透过网络放出来？然后大家众筹我就放出来这样 ，OK。可是那时候众筹到快要接近日期的时候，就收到电话。讲如果这种东西放出来，我就会有事情。OK， 所以就没办法，我就突然间腰斩掉这个东西。了解。但那时候是这样，因为还没有换政府。但你会觉得说这个其实还是一个可行的模式吗？就是你在一边拍一边制作的时候，就一边众筹。应该说事先众筹会比较好。对，是可以的，当然是可以，这个是肯定的。已经有很多案例了。对，就像今天晚上我们录音的今天晚上了，就是就是在 YouTube 上面，我其实非常期待。因为你听他的名字彭达当，就是准备要惹事情了。是讲要惹事情，你应该就我上一部电影叫《芭比》啊。对啊，是啊，蛮可惜的，在马来西亚到现在还是看不到。不可能上了，因为上了因为这部电影如果在马来西亚上的话呢，就有人可以去看。那有人去看的话呢，就可以有证人。现在目前
我没有事情是因为没有证人。了解，对。所以会不会想要就拍一些东西，是像比如说像复读青年这样子，他又有一点点沾到一些议题，然后他又游走在一些安全的这个边缘。因为马来西亚我还没有去看，因为台湾票房很高，可是在马来西亚我还没有去看，我怀疑可能被剪到很多东西。他们说有被剪掉1分多钟了，这样子，对，应该是蛮严重的，1分多钟。没有，因为有时候1分多钟，你们想起来是1分多钟，可是他可能是在70个地方剪，70个段落剪，然后那很关键的东西都不见掉了，所以导致有时候你一些段落你看不下去，你看不懂。我之前就遇过这样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样的环境我没有办法做。OK， 对，所以你会觉得说，就算你之后要拍电影的话，可能也不会考虑马来西亚的市场可以上映，对，除非像你讲的，可以直接在网络上这样的做法，或者是在一些其他的平台上面上。如果你在马来西亚的戏院上，我觉得是没有意义的。OK， 而且现在他们如果越来越严的话，就是你在拍摄的时候，他可能会干涉你的剧本啊之类的。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大问题啊。了解。对现阶段的黄明志来说，其实还有没有什么事情是你觉得你很想要去抗争的，或者是你很想要去表达的？如果你要讲的话，是一大堆啦，只是我们是慢慢来。OK， 对，因为整个现象就很多问题啊。对啊，就像你想说，现在马来西亚的环境，那些你讲的那些执政党一堆那种小的事情，可是我觉得好的事情是为什么？以前我的反应很大，是因为马来西亚人不敢讲啊。OK， 那时候网络限制啊，然后就 MCMC 会去查你啊，或者是有些人就是莫名其妙被抓起来这样子。然后可是现在大家都敢讲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已经有人讲了，我就不熟，因为通常我会提出一个东西，是因为大家没有讲，我觉得很大的问题嘛。所以那时候我反应会比较大一点。那现在，大家那个环境会比较言论自由真的好很多了。我不知道你们觉得讲，因为你们做这个也是蛮前线的，你们算是前锋，你们会觉得言论自由 OK 吗？我们觉得有比过去好一点点。对，但是在通讯法233，还有在国安法没有完全被废除之前，其实大家都还是会担心，因为你不知道。可是有人在开始抓人吗？没有吗？换政府过后，有一些新闻从业人员或者有一些的媒体机构是被勒令停刊或者是停止运作等等。还是有的，对，但是可能在华社里面，大家就不会觉得说那个是可能华社对立面的一些可能穆斯林或者是马来人的一些媒体，所以当他们被停掉的时候，可能华人就觉得很开心，火烧没有烧到自己屁股不知道。对，但是其实事实上，我想你也会认同，其实我们不应该是抱这个态度嘛。任何一个人，不管他的政治立场跟我们不一样，对，如果他是被迫害的话，我们还是要捍卫他言论的自由嘛。像上次那个长津湖不能够进来马来西亚，我也是帮他们讲话，因为这个电影你想要看，不管那个是共产党拍的还是什么，我觉得电影是创作自由嘛。那你来马来西亚上，我觉得还是要给他上啊。那你要不要看那个是你的事嘛？我觉得不应该是由上往下的抵制，应该是由下往上的才对。就是人民，我不要看，我不想看，我爸看，是吧？这是我们人的自由。那你政府去控制电影进来马来西亚，我觉得是不应该了。我想其实很多人都说有怎么样子的人民就有怎样子的政府啦。我们想做的其实就是让大家有更多的醒觉，还有对于政治的一些意识的醒觉也好，或者是认识也好啦。因为毕竟我们马来西亚没有公民教育，所以大家对于很多的观念，比如说废除死刑啦，或者是公平正义，可能概念比较模糊。当大家概念模糊的时候，可能推动起来就是会有一点点辛苦。你觉得会吗？就是大家不明白是什么东西，对，就很表面，是就有这个问题。可是现在这个年代很容易就查到了。可是很多人不要查。对，其实我想问你就是因为我们开始做 YouTube 频道的时候，也常常很多人贴我们标签，然后说我们或者是我们做废死议题的时候，也是很多人骂我们之类的啦。是。对，你自己怎么样子去，因为我相信你自己会去看留言，骂你的人也不少。你自己怎么样子去消化？你不用消化嘞，我就骂回去就好了。OK， 骂回去就好了。但你不会觉得骂回去也蛮伤身的吗？现在 Web 2.0要转3.0的年代就是互动的嘛。就骂，如果你不要骂就不要理啊，不要理就好了。因为我看到你其实针对一些议题，当大家对你有误解，或者是你很想要解释的时候，你也会去各大报或者是各个的这个不同的账号下面，然后去把你的解释就是逐个贴。为什么要这么做？这个是引流过来我那里啊。
所以不是真的我也要解释什么，我还是可以解释，是在引流也是顺便解释啊，然后顺便可以引流啊，因为它 Facebook 的模式就是要互动嘛。还是说你真的很在意，其实大家对你会有误会？不喜欢别人如果是对我的看法或者是批评，我都可以接受。可是如果是错的东西，一些错误的资讯，我不能接受。因为有些是他们就是会写一些可能不关我的事，我没有做过的事情。你觉得现在到目前为止，就是大家对你的误解最多的是哪件事情？是接网赌广告的那个事情吗？还是什么？网赌广告那个是也算是，我没接过广告，我也没接过代言呐。OK， 没接过，我之前他们做慈善，然后透过我们这里把它捐出去，这样子。然后他们所以你从来也没有做过广告跟代言？没有代言过啊，没有代言过。他们有些是有些那些非法，他们会拿我的那些照片拿去放在他们的海报里面。那我们都是写律师信去告他的。OK， 我都没有代言过这些网赌啊。你讲说赞助是有，可是你讲说广告啊跟那个代言是没有，完全没有做过的。你不会觉得有时候不要解释更好吗？不要解释，就是有时候因为有时候你解释了，大家也会觉得说你解释不清楚，或者你解释了之后，他还是觉得说你就是有这么做。是你解释了，还是会有人这么做的。可是我之前有一个大概有5年，我是没有解释东西的。结果后来我发现到因为网络是2.0时代啊，以前1.0的时候可以这样，2.0的时候如果你不回应一些事情啊，会被人家一直带偏带到很远去的。那比如说我之前我参加过一个抗议游行。在那个绿色的叫绿色游行，马来西亚的 OK 绿色游行，都是讲关于那个饶物。OK， 饶物是跟榴莲有关吗？不是榴莲的，不是榴莲，更早的。是稀土的吗？还是？好了，没关系啦，记不起来没关系。我参加了那个绿色游行呢，他们然后就一张照片就传我说，我只是去现场拍了一张照片就跑掉了。可是我去那边我是早上6点就去了，然后我去那边抗议游行参加到。下午差不多2、3点才离开，然后可是就有人看到我去那边拍一张照片就走掉了，是因为我下车拍在那个角度拍一张照片我就走掉了，是因为那边很多人，因为我过去很多人找我拍照，我们就先拍了，我就去另外一个地方，可是我在那边待了整天，可是因为整天我是戴着面具的那种防毒面具啊，我在做一些行为艺术嘛，所以很多人讲说我为什么我只是去拍一张照片就在那边，你知道吗？就是为了要炒新闻这样子。OK， 像这种事情我就觉得，然后我没回应哦，然后就给我一辈子骂，人家觉得我就是那个人，就是为了拍一张照片就跑掉了，那根本就没有参加整个游行。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假的。然后可是我没有回应啊。所以这个事情久而久之就会让人家对你有一个印象，就是说你这样子这样。然后后来我发现到这个是。网络 Web 2.0的年代，2.0的年代就是互动的，你不能够只是挨打而已，你有时候要站出来的。所以我讲说，跟以前的年代的艺人啊，我讲的是，比如说跟那老人院你开讲的那些比较老一辈的艺人，他们突然间进入到这个2.0的年代的时候，他们受不了，所以他们受不了被人家攻击，因为以前虽然他们有很多丑闻放在一周刊啊或者那些很不堪的杂志，可是他们是看不到留言的。他们只看到他们的不雅新闻被爆出去，可是他们看不到别人对他们的反应。可是当2.0年代来的时候，他们看到反应的时候，他们承受不住那个压力。所以我觉得2.0的年代的利用就是你要把它回应回去，或者是用另外一个方式跟网络进行一个互动，让大家知道真相是什么。那接下来人家要再继续怎么骂，那个是另外一回事。OK， 至少你是有一个说法，至少我有一个说法了。OK， 从网络1.0到2.0，以后要3.0，其实3.0已经来了，已经是了。是这样，所以这个世界走得很快。未来其实网络3.0的世界里头，你觉得不管在做音乐也好，或者做电影也好，你觉得在模式上面会有一些什么样子的不同了吗？是跨前一大步的。接下来就是因为是人对人的嘛，现在就是去中心管理嘛。是，现在还是有中心啊。现在你要上YouTube 啊，还是被黄标啊，还是会被黄标。你做什么不该会被红标啊，都有可能啊。接下来就没有这个东西了，就是大家自己做自己的东西，然后跟全世界连通，人对人啊。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可能整个世界会改变这样子。你对黄标这件事情，你也曾经发表过啊，就不会送了，这样很不爽。我就觉得很莫名其妙，就是对以前应该我们以前在用这些 YouTube 或者 Facebook 的时候，我们就是因为它没有被政府管控嘛，我们可以发表我们自己想要讲的东西。这个就是为什么当初我在网络上发表作品嘛。可是现在突然间还又变得好像以前的电视台这样，我就觉得
就有一点失望了。对，了解。你自己对于短影片这件事情有什么看法？因为现在感觉上短影片的流量又比长影片来得多，你会抗拒短影片这个东西吗？不会，我现在在做，OK， 现在开始在做。但你不会觉得说短影片让年轻人的那个专注力变短了，然后或者是有些你很重要的 message 你很难透过短影片去传达，怎么办？还是回到长影片吗？可能他们的想法是长话短说吧。OK， 就我们这些老人讲太多废话，就是可能你要深入，可能你看到一个东西，应该这样讲，就好像我们在看电影解说跟电影一样。如果你真的想看那部电影，你还是会去看的，我觉得。所以那个短影片跟长影片，就是我们看这个事情，如果我们真的想要了解这个议题，我们去找长的咯。那短的跟长的都有它各自的用途，这样子啊。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身为创作者都要做，就是与其去抵触短影片，倒不如就去拥抱它。没有了，我觉得反正不是我们要做，可能有些人要。你也可以分成说，有些人专门做短影片的就做短影片的 ，OK， 长影片的就也可以，也不一定两个都要做。或像你这样都通吃的都可以。我反正他们如果是喜欢那个短影片的，他们看到一些东西，他们想要去，比如说，我就简单的例子，比如说现在很流行那手势舞、跳舞啊，某些歌可能某些段落，他们因为这样而喜欢，想要听完整的歌，他自己会去 YouTube 或者 Spotify 或者iTunes 去找这些歌出来，对吧？就还是会去做这件事情。如果真的喜欢的话，那短的就是有一点像我们的 trailer 这样，电影预告片这样。你看了这个东西，我想看这部电影，那我就买票进戏院看完这部电影嘛。所以短影片的效果，我觉得是这样子，就让你在短时间里面知道一个东西。那你想要深入的知道，你去找长影片。了解，好，非常谢谢前辈今天指导我们这个真的是 YouTube 界的这个始祖啊！今天坐在这里哇，获益良多。对，从拷问变成了这个请教的这样子一个环节。好了，今天非常谢谢明志来到财经拷问，真的是谢谢你今天特地抽空过来。谢谢你。这个第一次讲，我第一次宣传，所以很多可能有漏掉的，对，你们可以上去找一下啊。谢谢明志，谢谢 Isaac。正在 YouTube 收看的朋友呢，欢迎订阅、按赞以及开启小铃铛，就可以看到我们每一个最新的影片。拜。